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美伊戰事，我們會來關心到是伊朗真的比川普更瘋了哦。最新消息是伊朗呢，他說加州要把它變成伊朗的領土，並且呢戰火它會打進到歐洲地區，中東的基地現在是不是守不住了呢？所以美國方面現在最新說要打經濟牌，這個計劃叫做 D-Day， 等一下來看細節。那另外呢，由於現在這一場中東戰事已經造成了美國的內部油價高漲，特別今天也會關心到油價的部分，是柴油價格漲到了一個新高，反噬農民哦，現在很多的農民破產，甚至是物流業也都喊痛。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之前，先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來回復觀眾朋友們的留言。那今天呢，一樣提醒大家，我們在環球大戰線會員頻道趕快按下加入鍵，成為我們的戰友。美伊戰事的部分最新消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呢，川普不是說了嗎？現在荷姆茲啊，他把它視為是自己的最新領土，並且他在昨天也釋出了一個最新地圖，寫說這裡就是美國的領土。結果沒有想到，伊朗立刻反擊，這一回呢，伊朗也畫一個地圖，他說加州也是我們伊朗的領土了。他說呢，原因是因為全美很多的伊朗裔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加州。另外呢，他也特別強調洛杉磯這邊波斯裔的社群特別的龐大，所以呢，接下來他也說了，我們也有一個新的領土，就是在美國這裡。除了口頭上的喊話，在軍事上面也有一個最新的動作持續的升溫。伊朗開始警告美國了，他說我接下來的攻擊範圍不會只限在波灣地區，會延燒到歐洲地區了。他也點明了具體哪一個國家他可能會來做進攻範圍，就是美軍在歐洲的設施，特別點名到的是2個國家。在歐洲的部分，第一個國家就是保加利亞了。其實保加利亞為什麼被伊朗點名呢？因為在今年的7月份，他曾經批准讓美軍的加油機使用當地的空軍基地，這是一個國家。第二個被伊朗點名的國家就是塞浦路斯了。3月份的時候，這個英國的這個軍隊的基地遭到伊朗的無人機曾經在這邊被攻擊過。第3個，伊朗說要攻擊的目標就是荷姆茲海峽，在這個海峽底下的這些通訊電纜都會是他們要攻擊的目標。但是呢，伊朗的內部人士也放話說，如果美國真的敢派地面部隊的話，他們才會開始做這樣的攻擊，也就是不設限的把戰場往歐洲去做延伸。現在大家也在看啊，對，你喊話喊得很大聲，但是你真的有辦法打得到歐洲地區嗎？答案現在看起來是可以的，原因是因為大家還記得嗎？今年其實3、4月份，當時的美伊戰爭其實剛爆發沒有多久，伊朗曾經打一個地方，也就是美軍很重要的一個在印度洋上面的一個島，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補給防線。這個地方叫做迪耶戈加西亞島，是美英的聯合基地哦。伊朗當時射出了這個飛彈，打到了2000公里之外。雖然沒有被打中，但是大家也看到說，確實它的飛彈是有能力打超過2000公里的。所以現在華爾街郵報也特別披露了美方現在的焦慮哦。五角大廈現在正在考慮的事情是重新評估美軍在中東的部署，甚至還有說要完全撤出波灣等等這樣的一個計劃。因為呢，他也特別提到了，在這邊當地的大型基地反覆遭到伊朗攻擊，而且美軍的攔截彈藥，我們之前講了非常多，也已經告急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2個國家，包括了保加利亞、塞浦路斯，為什麼特別被伊朗給點名呢？還有就是荷姆茲海峽這邊的海底電纜，是伊朗它的戰略是什麼？要把這個戰線拉出中東，甚至延伸到歐洲的國家去嗎？那這是要對川普來做什麼樣子的一個警告呢？賴老師怎麼看？如果要比瘋的話，那個伊朗現在要跟川普說，我們來看誰更瘋啊？以瘋的程度來講，川普比不上伊朗，因為伊朗有條件、有籌碼，比這個川普還要更瘋狂啊！所以大家都在比瘋狂，那當然對這個戰火就會從中東地區蔓延開來，蔓延到地中海的沿岸的一個地方啊，這個茲事體大，那這個就是看誰更瘋狂。我目前的估計來看的話，
川普沒有辦法像伊朗這麼瘋狂，啊，因為目前川普已經打到沒節制了，啊，但是川普的底線也洩露出來，例如說他的防導能力不夠，他的這個減少自己殺傷力的精準的制導的遠程的導彈 ATACMS 等這些都不夠的情形下，對於川普來說，他開始要面臨的是他的中期選舉要怎麼選，伊朗的戰事要怎麼收拾。他坦白說，川普束手無策，他可用的方法不多了。對於伊朗來講，他當然是先發制人，他就告訴你說，你如果敢再對我用軍事的攻擊，因為目前雙方都說停火的期限已經到了，但是沒有人開火，你沒發覺很有趣嗎？就是美國也沒先開火，伊朗也沒先開火，然後阿聯酋的這個外海有2枚莫名其妙的導彈打過去。但是伊朗說那不是我打的啊，我認為不是伊朗打的，啊，我覺得是以色列的特工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就是要挑起阿聯酋跟伊朗之間的矛盾。可是我們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是伊朗有條件比這個川普還要瘋。第一個就吃定了你，美國也好，歐洲的國家也好，你不敢對伊朗發動地面攻擊。那這個地面攻擊對於美國來說，它的風險會升得很高。因為他的軍人的死亡率的增加的速度會很快。第二個呢，伊朗已經先做預備措施了，也就是說，殺掉或是抓掉一個美國軍人入侵的啊，那就是3萬美元。以現在伊朗的通貨膨脹來講，他支付了你是3萬美元的話，那你一夜之間就暴富了，就成為小富翁了。女生的話就6萬美元，對，那不得了啊，那等於是男女的拼了命。要去殺掉那個美國人，那美國人會被嚇破膽了。其實美國人現在還沒打，已經被嚇破膽了。那請問一下，美國怎麼敢對你用地面部隊的作戰？這第一個。第二個，連飛行員要進入伊朗的領空，他都會有壓力啊。不管是直升機的飛行員，或是戰機的飛行員，因為他如果被擊落跳傘，那他的活命不多啊。那這個會嚇破膽了。所以我們看到目前為止，伊朗這樣的一個宣布以後，美國到現在不敢開第一槍。可是我們的問題是，那為什麼伊朗也不開第一槍？那就是彼此之間想談嘛。所以這2個國家都想談。那問題是該怎麼談法？所以都在比瘋啊。那瘋就是比嘴巴誰最瘋。那伊朗的態度就是說，我的嘴巴比你更瘋啊！你要怎麼對我？我海底電纜給你切，這一切坦白說還是真的會有危險。因為中東地區的金融，我們也知道，它就影響到全球的金融了，也影響到歐洲啊，這個不得了，也影響到美國，那這個才是重磅消息啊！他就說我把你電纜一切了以後呢，你怎麼辦？你中東海灣國家，所以我覺得阿聯酋也是在虛張聲勢，在沒多久，彼此之間就開始喬了，喬完了以後就說不再封鎖了。好，川普現在的態度就是利用這個阿聯酋說我要對你實施金融經濟封鎖的時候，然後突然間這樣宣布，那伊朗的態度就是說，那我會比你們都更瘋狂啊！如果你們真的對我的經濟或是對我的我的國家構成威脅的話，那我不只是軍事手段了。那您剛剛講的，對歐洲的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有給美國使用他們的軍事基地，所以對於伊朗來說，我合理正當性，因為你們幫忙美國來打我，而且使用這個軍事基地，我就有資格、有條件來去打你們。那另外一個問題就在於，他打得到打不到？打得到嘛？那打得到的話，那就是变成是這些國家會被捲入這個戰爭。可是這些國家捲入戰爭，就會啟動2個基本的機制。第一個就是，如果這2個國家被打，那北約要不要啟動？對。這是第一個問題嘛。第二個問題就是歐盟的國家如果被打，歐盟的機制要不要啟動？可是問題是現在北約跟歐盟都不願意淌這個渾水，那這些國家還要不要再繼續讓美國使用它的軍事基地？所以這些國家的壓力就在了。所以我覺得伊朗這樣的一個做法，事實上是給相關的國家施加更多的壓力，也給海灣的國家提出警告，也給美國跟全世界提出一種瘋狂的警告，也就是說，我把整個金融電纜切掉，那這個時候影響的就是全世界的問題了。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伊戰火現在已經從中東地區到波灣地區，甚至可能延燒到歐洲地區，甚至是全球的海底電纜哦。那剛剛也特別就軍事上，我們請酈將軍來幫我們做解讀，因為他特別選了這2個國家，包括了保加利亞跟塞浦路斯，它的原因又是什麼？它真的能夠威脅這到南歐甚至是東南歐嗎？酈將軍怎麼看？這場美伊戰爭其實我們都看得出來是一場複合型的戰爭哈。怎麼講是複合型的戰爭？除了軍事上的拼鬥之外，另外還有經濟上面的問題，還有外交上面的問題，地緣戰略上面的問題，當然還有輿論跟心理作戰啊。那在輿論跟心理作戰，我個人認為說是在這方面，確實是伊朗這個勝於美國很多的這種好幾步了哈。我們看到他不管在宣傳、他的海報、他的制作方面哈，都能夠喚起全世界各個媒體的注意。那我認為這次伊朗放這種話，要攻擊這個歐洲這2個國家，極可能是恫嚇的話，也就是心理作戰、輿論作戰。但是這種話放出來有沒有效果？當然有效果，不然的話如果沒有效果，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這裡討論？沒錯，第一個它有效果，就是我打得到，但是我打不打的問題，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來講的話，我光放這種話，你知道，對於這2個國家，他們自己就會有所擔心了。他會不會就是說開始就是不讓美軍這個基地或者是美國的飛機從他領土上空經過，他可能對美國就有所限制。那第三個，我認為美軍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就必須要加強歐洲這些國家他有軍事基地的這種防空的這種防禦的部署，也就是說，他的愛國者3或者是薩德系統是不是要部署到這邊去？那我們看出來，他在中東這些國家來講的話，他的愛國者3或者是薩德已經很明顯的這種彈藥已經不足了哈。然後甚至於在這個美伊戰爭期間，他如果說是認為伊朗這個導彈不是攻擊他重要的場所，沒有對他基地這不會打到他基地來講的話，他根本就不攔截就放過去，很明顯就是他彈藥不足。在你彈藥不足之下，那如果說現在要增加這邊，那你美國要不要派軍隊或者是派防空導彈在那邊？如果說要派軍隊，是不是造成你自己國內更加這個在波斯灣地區這個你美軍的基地更加的空虛哈？所以我覺得這場仗打到現在很明顯看出來，美軍在這方面這個很明顯的力有未逮了哈。這個畢竟來講的話，伊朗占有主場的優勢，在這個地方它占有主場優勢。當然不要忽略了哈，伊朗它當初有一個戰略目標。就是我打這場仗，我一定有一個戰略目標。對，原來我們以為說是他提的這個戰略目標是遙不可及的，不太可能達到，只是放空話。但是我們認為他頂多就是能夠擊敗美國確保他的這種主權，確保他的領土的完整，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但甚至於了不起，現在前一陣子就是他要控制荷姆斯海峽，但是他現在多一個戰略目標。就是將美軍趕出波斯灣，對，看起來極可能會實現。因為如果說美軍現在已經開始在重新評估要在中東的部署的話，是美軍自己評估，在這個地方來講的話，他的軍力沒辦法保護自己基地的安全，他必須要有所調整，甚至於必須有一些部隊必須要撤出基地，這是極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好，所以在軍事上，我們看到這場美伊戰事看起來美軍真的是沒有什麼太多的招數，有點沒轍，所以甚至有可能要撤出波灣這樣子的一個計劃，可能都已經在這個規劃當中。那另外一方面，所以現在美軍的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只好使用的是終極手段，就是它的經濟制裁戰了。但是真的能夠制伊朗嗎？这是有另外一個問題，等一下請教楊老師。因為川普19日這一天，他最新宣布說，發動史上最強的經濟攻勢，並且把它取名叫做 Economic D-Day。經濟版的諾曼底登陸日。好，簡單來說，他這一次要做的事情就是說，不允許任何國家、金融機構、企業替伊朗提供任何在經濟上面的援助，否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現在也要來看說，伊朗真的會害怕嗎？因為我們知道伊朗已經被美國制裁了差不多20多年的時間哦，早就建立起它不管是在美金的一個制度的換匯上，或者影子船隊等等的這種灰色地帶，它還是可以維持它基本的經濟上面的運作。反倒是美國現在壓力很大哦，因為這場美伊戰事，我們知道不管是油價或者是柴油的價格都在不斷的暴增。先前我們談的是有關於原油價格，我們現在也來看到
柴油價格的部分，因為柴油呢涉及到是美國當地的，不管是卡車、農業、建築、工業、發電，會影響到美國企業跟家庭成本的。現在最新來看到，因為受到2場在中東跟俄烏戰事的影響呢，柴油價格已經衝到每加侖5.47美元，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是從2022年以來的歷史最高點了。柴油跟原油的鏈解價的部分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同樣是創下了最新紀錄。到底誰會先撐不住美伊之間？那楊老師又怎麼看？我現在覺得美國在伊朗在內部的政治經濟的情勢各方面真的有一點進入到帝國末日症候群的現象。伊朗他不應該去打的，他如果不打的話，你看他在整個中東地區維持的還是老大，甚至可以讓以色列在加沙去進行7萬多人的屠殺行為。那中東地區全世界也都無可奈何。但是他一旦打了伊朗，就戳破了幾十年來美國在中東的布局，也就是你看在安全層面、在能源層面、在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為所欲為的層面，其實完全被戳破，使得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的基地現在難以為繼，然後呢，使得地緣政治跟能源的議題，美國已經不太能夠掌控，而且倒過來去傷害、去追討美國的經濟跟通膨。現在它進入到第2階段的消耗戰，那這個消耗戰就比誰強了？我覺得有3個關鍵詞啊。第一個，主動。消耗戰，因為伊朗也認為他在消耗美國，那美國也認為他在消耗伊朗，但是誰比較有主動的能力？美國只不過是在圍，那伊朗有破的能力，有破的能力表示說，伊朗雖然受到美國的壓力之下，面臨到阿聯酋、杜拜的這些問題，使得他的資金啊，或者是對外的這些連結斷掉，但是伊朗的經濟過去10年來主要是地下經濟在維持啊，而地下經濟跟各國之間的連結事實上是很密切的。你看它的這個油都是靠引子船隊，然後呢，它的能源、它的油，以及它現在還加上有礦產跟稀土，對，使得它立於不敗之地，也就是它有主動的優勢。你美國怎麼去圍堵各國？各國為了這個能源，為了礦產，當然一定某種程度願意跟伊朗連接。所以美國的圍堵，我覺得效果有限，而且時間不夠長，因為伊朗掌握了主動性。這個主動性來自於地緣，這個主動性來自於它的資源，這個主動性也來自於它現在所一直對外宣稱的，它可以主動去攻擊。也就是比如說，甚至攻擊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甚至攻擊這些海灣的國家。那當然攻擊美國的基地。那最後一個關鍵詞是什麼呢？就是撐。那誰能夠撐得比較久？這個其實跟我們下面那一題談到美國的經濟才是真正的關鍵。伊朗它的這個韌性，我們看到這一次在戰爭當中展現出來。那當然，它的地下經濟。在接下來，只要沒有戰爭，我想不斷的就會有一些持續的這個資金或者是資源進來。因此呢，我個人覺得伊朗會撐的比較就是能夠在時間上撐的比較久。當然這個撐是很辛苦的哈，壓力很大的。但是美國這邊能夠撐下去嗎？你過慣了好日子的美國人，能不能夠撐得下去？現在美石油已經來到5.76美元1加侖，所以你剛剛提到的卡車司機他們可能真的撐不下去。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
好，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到的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川普突然間說北韓擁有57枚的核武呢？這件事情震撼的曝光了。大家也在解讀說，是不是川普這時候急報金正恩，因為他急需要一場他可以表示勝利的戰爭，不管是在俄烏或者中東上面，他都挫敗嘛，所以他今天要選擇做這樣的動作嗎？那同時間呢，他也要求南韓要對他表忠，但是沒有達成之後，針對於美韓軍演的這個成本跟這個規模，他直接減半。川普現在是棄韓換朝嗎？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解析。好，先來看到川普本來希望能夠搶一場很重要的外交大秀，也就是在其中選舉之前，希望能夠有一場勝利的戰爭。那希望有一個勝利的戰爭，然后表示他真的很厲害哦。但是沒有想到這個舞台是不是被金正恩給當場拆台了呢？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川普最新計劃，他說呢，今年呢我會跟金正恩見面，表示呢收到了平壤的回復了，最快確定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會議上，我就可以跟金正恩會面了，再一次的舉行川金會。好，這是他最新的發言，沒有想到立刻遭到北韓的打臉。金宇正立刻說，我根本針對這一次的安排會面毫不知情啊，也沒有收到任何川普發送的任何訊息，現在變成一個羅生門哦，雙方各說各話。但是最驚人的事情並不是說到底會不會有這一場川金會，而是川普突然間發言極度的敏感，他直接直指了，他說北韓擁有57枚的核武。要知道這件事情會特別備受關注，是因為在過去美國從來或者是北韓從來都沒有公開過北韓到底有多少顆核彈頭，沒有這個精確的數字，所以當時民軍也只能做估算啊，說大概落在50到59枚左右。但是川普這時候突然間說57枚，他是真的掌握了情報嗎？還是他有什麼樣的意思？希望在談判桌上面能為他建立籌碼，所以特別說出了這個數字呢？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特別做解析哦。那再來我們來看到的是，要注意到的是，當時2008年的時候的川金會，大家應該都還記得這一場會哦。川普曾經要求北韓，你必須要完全的發展無核化，但是我們來看看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已經距離當時的時間過了8年，北韓不但繼續的發展核武，還發展洲際彈道飛彈、戰術核武及固體燃料飛彈，並且深化跟俄羅斯之間更深層的一個軍事合作。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為什麼？首先，他突然間要公開他擁有這個北韓的57枚核武這個數字，再加上如果北韓真的擁有這麼多核武，而且還有洲際飛彈、戰術核武、俄羅斯的軍事合作，代表北韓到底現在強到了什麼樣的一個程度呢？那為什麼有一件事情也很弔詭，說他可以接受北韓擁核，但是對伊朗擁核卻如此的強硬，是完全不允許的。酈將軍怎麼解讀？川普真的是80歲的男人，只剩下一張嘴他那張嘴除了說是那張嘴除了在軍事上面可以打嘴炮攻擊別人之外，在外交上面也發揮凌厲的攻勢。可是所有人都不會相信他所講的話，因為你現在已經沒有信用了嘛。大家習慣講川普叫 Taco， 你看他當初放話要用地獄般的攻擊對伊朗發動攻擊你攻擊一艘油輪，我就炸你一座電廠。那現在也做了沒有？是完全都沒有做。可見了他那張嘴只是光嘴巴講而已。那現在又來了，他說要跟這個金正恩見面，但是現在人家金宇正出來放話，雖然說沒有完全否認，可是卻也沒有承認，那是狠狠打臉你川普的這個一個巴掌。第二個，這件事情我們從金正恩的角度來看，其實我現在對金正恩佩服得不得了。為什麼呢？你看，我問你，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同時對全球的3大強權國家美國、中國、俄羅斯3個國家的領袖都要看他臉色？你說金正恩是不是在這方面，在外交、地緣戰略上面玩得非常的溜？你看，我舉例來講，譬如說去年93中國大陸辦閱兵的時候，他就站在習近平旁邊，然後他對俄羅斯來講的話，包括普京都必須要看他臉色。他現在甚至於可以派兵派兵去幫俄羅斯打庫斯克戰爭幫俄羅斯奪回領土。最近還聽說派了這個女性的勞動人員
去參加俄羅斯幫忙他們做勞動。那現在連美國川普都要看他臉色，都要求着要跟他見面。你說金正恩是不是這個在外交上面確實很溜？你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是如此。可是我覺得川普今天會講出這種話，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怎麼講？你是不是在變相的鼓勵伊朗要擁有核武啊？如果說金正恩對不對，北韓擁有核武，當初你一直要制裁北韓擁核，你要用各種制裁的手段來逼他限制他核武的發展。他現在真的發展出來了，就你自己親口承認他有57枚的核彈，你不但承認他有57枚，你還表示对他示好，然後反而如果說伊朗看到以後，是不是發現說，如果我有核彈的話，美國是不是以後就不敢對我攻擊，甚至於鼓勵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是不是也朝擁核來發展？這第二個。那川普這一次來講，對金正恩討好到什麼程度？我覺得真的是有失一個大國的尊嚴哈。除了是在這個外交上面來講的話，他要主動說要跟金正恩見面，但是金與正這個冷回他，就是說我還不曉得這件事情，冷回之外，這是在外交上面，我覺得就打川普一個巴掌。那軍事上面更是如此，這軍事上面是川普自己打自己巴掌，外交上面是被金與正打，軍事上面是自己打自己巴掌。你這個時候正在跟韓國聯合實施一個演習，叫以資自由護盾的一個軍演。然後這次的軍演預定連續10天，從17號到27號分為2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演習想定是說北韓那邊猝然發起攻擊，那你要採取守勢作戰。然後第二階段你要發動攻勢把這個失去的領土打回來。第二階段是攻勢作戰，也是演習5天。結果川普在演習的前一刻自己喊卡，那是不是在軍事上面你自己也打自己耳光？這個外交上面被金與正打耳光，軍事上也被自己打耳光，所以看得出來金正恩在這個東北亞其實是扮演而後來講一定是扮演更重要的一個地緣戰略的角色。好，所以北韓現在不管是在軍事上面政治聲量上面，都在東北亞這邊具有一定的角色。那反之，我們來看為什麼川普這次急着一定要跟金正恩來舉行這一場所謂的川金會呢？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就一個字，煙霧彈。這3個字。然後呢，一個概念呢，它這個煙霧彈，可是呢，它又裡面呈現的是一個戰略的這個失誤。那金正恩跟金與正就很簡單，我覺得他們的想法就是，在這個事情上一個小丑就夠了，你自己去當吧，我們不會配合的。怎麼說呢？這是個煙霧彈嘛，因為在伊朗整個情勢，他都要把戰爭部長赫德塞斯給開除掉了，一定要找另外一個議題來去遮掩他自己在伊朗決策上的種種的失當，很嚴重，而且已經就是開啟了潘朵拉的盒子，讓美國的軍事跟財政，還有外交威望上，其實真的是破解，呈現到我剛剛提到的，就是帝國的這種症候群。那你當然分散伊朗的這個美國困境有沒有用呢？那如果照他的劇本下去的話，說不定有用。可是呢，他這個劇本呈現的是一個戰略的失誤。剛才酈將軍講的很正確了，你在鼓勵伊朗嘛，那鼓勵伊朗就是發展核武，我自己很感慨啊。我在過去20年的期間，其實參與到東北亞這個安全對話很多時間，也跟北韓的學者有對話過。在整個就是東協區域論壇裡面的東北亞安全問題的這個小組裡面，那裡面有政府的代表，有就是學者的代表。那因此你會看到那個時候6方會談，但經歷過2006到2017連續6次北韓的核子試爆，最後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的情況之下呢，就開始對北韓進行全面的制裁。那可是呢，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改善。那因為你擁有核武之後呢，別的國美國就沒有辦法對你做任何的，就是說行動啊。這裡面也提醒我們大家，你在看到兩岸的議題的時候，你不要忘記，今天中國是核武大國啊。北韓只有57枚，我們5年前估計大概就是35枚到60枚之間。他現在川普講了57枚了哈，我想這個一定是他的戰爭部跟他講的數字。你現在中國有多少枚？依照美國的觀點，中國現在600枚啊。所以美中之間會在任何的地方進行
任何的軍事交戰行為嗎？美國跟北韓都不會這麼做了，跟中國會嗎？所以當你在承認北韓的核武的時候，你不就等於是在鼓勵伊朗？而且事實上，美國在過去小布希的時候做過同樣的事，他那個時候跟印度承認印度的核武地位，可是不承認巴基斯坦。可是你現在看巴基斯坦跟美國跟川普的關係多好，同時那日本呢？我們講的韓國呢，日本更尷尬了，搞了一個靖國神社參拜，惹怒了這個從俄羅斯到韓國到中國，你現在連北韓美國都要去跟他哥倆好，那但是呢，我就最後一句話就是，那北韓都看得很清楚啊，這個劇你一個小丑就夠了，我絕對不會給你伴隨的跟你去演啊，你把我當傻子嗎？他們當然知道川普這個他整個的這種煙霧彈的用意以及戰略失誤的這些問題。好，那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南韓看在眼裡哦，說看到說，川普這時候承認北韓的核武哦，非常的難堪，這對於南韓來說。那另外一方面呢，因為南韓拒絕參與這個美國來協助打伊朗，所以呢，這一次南韓跟美國之間的這一場軍演，剛剛酈將軍特別提到，已知自由護盾哦，就這個規模，美軍就決定要縮減，從原定的11天變成只剩下5天。那很多的訓練也遭到刪減等等哦。那川普這時候更是炮轟南韓，他說呢，我們有3.9萬的美軍，整天保護你們，你們卻不願意幫助美國，還要求說首爾你趕快提高你的駐軍費用，落實3500億美元對美的投資承諾。好，我們現在也一邊看到說北韓的部分現在發展核武，南韓這個時候覺得美國不可靠，是否要來加速發展所謂的戰時作戰指揮權，強化自主防衛，並且說，是不是在中美之間，他這個時候要稍微來調控一下，跟中國大陸建立更好的關係，甚至是疏遠美國等等，會不會開始有一些改變調整？賴老師怎麼看？首先，韓國他必須不能一張嘴，他必須要實際行動做到。如果他只是一張嘴做宣示、做態度、做表態，但是他的實際行動跟他所講的不是同一個方向的話，那基本上來講效果不大啊。我們看一下王毅這次到韓國去，其實他有跟韓國談到，就是你韓國你要跟美國人說沒有必要以朝鮮為敵，這個很有趣哦。也就是說由韓國主動的來去告訴美國人說不要敵視這個朝鮮，那這樣的話他才有可能改善韓國跟朝鮮之間關係，跟美國跟朝鮮之間的關係。可是問題就在於你韓國做得到嗎？韓國如果說，我想改善跟朝鮮的關係，但是我現在不會去要求美國人說不要敵視朝鮮，這不是很奇怪嗎？這矛盾了嘛？你都認為朝鮮不是你的威脅，你想改善他的關係，你難道不應該勸美國人不要敵視朝鮮的關係然後把朝鮮變成你的朋友？為什麼？因為川普講說金正恩是他的好朋友是鬼話，是假話為什麼？因為沒有人信嘛。你看川普第一任的時候，他跟金正恩見了幾次面，3次面。18年在新加坡，19年在河內，然後接着6月份到板門店見了3次面呢。結果美國有解除對於朝鮮的經濟制裁嗎？沒有，什麼都沒做。也就是面見了。不要發展核武哈，然後朝鮮說，然後呢，那你制裁解除沒有解除。中國跟韓國人說，你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就到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要解除部分的朝鮮的經濟制裁，我們可以幫助你。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來談核武的問題。然後韓國人做了嗎？沒有做。所以你今天李在明說你要改善跟朝鮮的關係，你就到聯合國要求解除對於朝鮮的經濟制裁嘛。你韓國沒做，你說你怎麼改善跟朝鮮關係？朝鮮一看你又是說一套做一套嘛。你美國川普你也是說一套做一套，你們都是就嘴巴講，但是你根本沒有改善跟我的關係。所以中國大陸在那邊穿梭幫他們忙，基本上來說，大家對於韓國不信任，對於美國其實也不信任，因為他們沒有在具體的動作上做出一些像樣的東西。另外一個部分，川普說你韓國人都沒幫我你沒有幫我去打伊朗。韓國人說這個仗我怎麼能打？因為這是侵略性的行為，違反聯合國的規定違反國際法，我不能打。第二個，坦白說，
美國在韓國的軍隊誰養？韓國人養哎，韓國人是老闆哎。但是問題就在於，我養你美國人的軍隊，結果我的軍隊還要聽你美國人的。你不覺得這人類間最荒唐的事都在上演嗎？荒謬劇不斷的在上演，就是現在的韓國跟日本，也就是養的美國人的軍隊，然後軍隊還聽美國人指揮，然後美國人說我要把你韓國的軍隊用來插進中國心臟的這個匕首，這個匕首，那各位想想，美國跟中國會好嗎？美國人要用韓國人的軍隊插中國人的匕首，意思也就是要中韓之間打仗嘛。這個看不出來嗎？所以中韓之間、中美之間、韓朝、韓中之間、韓美之間，不是呈現出你韓國人跟日本人就是等於是美國人的奴才，不是嗎？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恐怕再過幾天而已，美國的債務國債的部分就會破正式的大關，40兆美元大關。現在看起來債務是壓不住了，而且這個殖利率尤其是長天期的，更是創下了新高。貝森特可急了，這時候急着要砸錢來救美債，真的有效嗎？等一下我們會深度的解讀。川普這個時候卻是反向的繼續的減稅撒錢吶。今天我們會來就這個美國的經濟來做一個深度的解讀。好，先來看到貝森特最近真的很忙，突然間要突襲美債的空頭，大家還記得嗎？最近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美國財政部當時不是為了要救一直貶值的日元嗎？所以他就買進了日元，阻止日元繼續的貶下去。轉身之後，他也要不只是救日元而已，也要救美債自己的部位啊，所以他就對這個空頭來開火。彭博是這樣評論的，他說貝森特啊，可以說是數十年來最積極干預市場的美國財長。好，這一次到底貝森特做了什麼事情呢？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消息，他說了，9月9號開始呢，接下來尤其是針對這些長天期的公債，就是10到20年的跟20到30年的這兩種公債呢，他說會來把這個回購規模增加，從原本的回購規模20億美元直接提高1倍到40億美元哦。那這個話一說完之後，市場是不是就立刻反應了呢？因為短期之內，我們看到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確實是立刻的出現了變化，本來是5.337%嘛，是19年的新高，現在一口氣突然間回落到了5.18%，看起來是有效的這個喊話。那美債之所以這個貝森特之所以今天呢要趕快去救這個殖利率的部分，就是因為美債現在已經創下了新高，來到了快要40兆。大家也知道說，殖利率越高，政府的成本就會加重，也會影響到接下來不管是房貸啊、是企業融資等等，都會有很深的影響。那其實呢，貝森特到底能不能救美債，這個是一件事情，因為呢，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9月份啊，就是美國可能會發生的另外一場大事，也就是硬仗要打了。就是美國通常會在勞動節後呢密集的發債，那現在看起來呢，最有可能發債的就是這些雲端業者了。陸續他們可能會進行各種的融資跟發債等等哦。那現在也預估了說，9月份企業發債的規模恐怕上看2000億美元，又會投入到市場裡面，較去年同期甚至暴增38%。瑞銀這邊做了估計，2026今年將是今年將是這個發行在美國的部分哦這個有關於發債的部分會來到了一個歷史新高，達到2.1兆美元。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3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已經上看到了5.34%，貝森特真的有能力來去救嗎？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說了嘛，9月份可能企業又集體的發非常多的債，接下來貝森特又要怎麼辦呢？老師怎麼看？怎麼能夠救嘛？你貝森特的錢哪裡來？還是美國政府的預算嘛？美國政府的錢嘛？我用美國政府的錢去買美國政府的債，那
20億美元能夠玩出什麼花樣來呢？為什麼殖利率會一直升高？也就是我們講的美國公債的殖利率，30年期公債殖利率為什麼會升高？就是因為對美國政府的債信沒有安全感嘛，覺得它的風險越來越高。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本身大家都會認為它瀕臨於破產，連巴菲特都說可能會破產，不要擁有美元，不要擁有美國的政府的公債。巴菲特這麼穩健型的投資人，他都在提醒投資者要小心這2隻黑天鵝。好，那大家都害怕的情形下，殖利率當然一直在往上攀升嘛，因為沒有人買嘛，沒有人買的情形下，你只好一直增加利息，一直增加利息的情形下，那有些人就敢去賭嘛，就想說反正我1年多賺一點，那這個利息5億多不5點多的利息，然後來賭看看你會不會破產，那就是賭這樣的一個情形。好，可是問題是在於說，你今天你的殖利率一直飆高了，你害怕了，你加倍把它回購，你還是用政府的錢去買。可是如果說今天假設中國大陸它繼續在拋售美債，我個人認為我如果是大陸，我就繼續拋售美債，因為我對你的債務我越來越不信任。當我在拋售的時候，以大陸目前的實力來說，它現在還有6000多億美債嘛，那它開始陸陸續續在拋，在這個月在200多億、300多億，下個月在300多億、400多億，然後到明年的時候再丟掉1000多億，減持到只剩下2-3千億，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水平。那這個對大陸來講是有利的，可是你美國政府你能熬得住，你能撐得住嗎？我認為很困難。所以我覺得美國目前面臨的它的政府的債務危機是越來越大了。它隨時破產的可能性是越來越高的。另外一個部分，我提醒投資者哈，為什麼這些雲端業者或者 AI 業者一直在發行公債？為什麼他們一直在發行公債？因為他們的錢是快燒光了，也就是 AI 的錢從哪裡賺 ？AI 一定是訂閱付要賺錢嘛？那也就是說，如果它本身燒掉的錢跟收入的錢不平衡了，它一直在借錢在支撐它。而它的收入越來越不出來的時候，它遲早就會崩潰了，遲早就有問題。因為等到它的銀彈燒光了以後，它還是賺不到錢，就是破產嘛。所以我倒覺得 AI 業者的危險是越來越高了。現在黃仁勳為什麼要變成一個 AI 的金融業者？黃仁勳現在變成 AI 的金融業。因為黃仁勳也知道啊，如果 AI 開始一家一家倒的時候，它就倒了嘛。他清楚得很啊。他起來的快，也下的也很快啊，所以他現在事實上就變成是一個救世主啊，看我能不能把這個 AI 救住，讓他們不要倒。可是問題是，如果骨牌開始出現了，那也就是這個銀彈燒光的這些 AI 公司開始一家一家倒的時候，其實就是黃仁勳的危機就來了，而且美國的 AI 的危機，還有投資者的危機，到時候血本無歸都拿不回來的可能性就越來越高了。好，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眼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美債的問題，還有非常高的一個殖利率的問題哦。所以到底要不要升息，接下來也考驗着美國政府的態度。那其實我們也看到，除了美債問題之外，美國的這個高通膨，還有現在的這個就業市場正在降溫，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我們來看到就業市場的部分，美國最新公布的這個7月份非農就業減少了2.3萬人，那5、6月的就業數據又下修了10萬人左右，勞動參與率現在降到只剩下60%左右，是2021年以來最新的一個低點。物價則是持續的上漲哦，能源價格年增幅15%，汽油上看到了26%左右。聯準會到底要不要降息？這一件事情也會特別受關注哦，因為可能會刺激通膨，但是又會推升長債的殖利率。楊老師怎麼看？首先，這一題的回答也剛好回應剛才第一題，美國跟伊朗的消耗戰誰能撐得比較久？那這一題的關鍵就是現在美國還能撐多久？美國基本上這是有一個我們國際關係的一個概念呢，叫做帝國過度擴張 （Imperial Overstretch）。那你就說你在伸展身體的時候，你 overstretch 的時候過度擴張，你到後來你的血管末梢就不通了，那你就從血管末梢開始在凍結。那現在不只是血管末梢，你看到的伊朗戰爭當中，這裡面呈現的血管末梢，也就是他的駐軍、他的軍事能力以及他的外交威望。那可是現在已經到核心來了，
到了心臟部位來了，就是美國的整個金融、它的經濟跟債務的這個情況。那特別你看，現在10年期的就是美債的殖利率啊，現在已經來到4.75%。10年期非常重要，因為美國的房貸很多都是以看美國10年期的長債的這個殖利率為指標。是，當它如果破5的時候，就非常嚴重啊，因為所有都會跟着提高了。那所有跟提高的時候，那就不得了。現在已經面臨到就是通膨，因為戰爭的關係造成油價以及通膨的因素。如果10年期的長債的殖利率在提高，它帶引了所有的房貸、所有的這個利率都提高的時候，那不得了，很多人根本就付不出來了。那可是現在市場上針對375個就是市场上美國的市场上去做民調，你認為到今年年底10年期美國長債的殖利率會不會破5%？ 2/3人回答會。就集體悲觀。是哦，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所以就解釋說，這個為什麼財政部要去這個購買美國的中長期的債務，10年、20年到這個30年。可是哦，市場上認為這個根本就適得其反啊，因為你反而造成大家對你的長期美債的這種不具信心。那同時，你降息的可能性現在越來越低了啊，再加上更嚴重的問題是，剛才賴老師提到的。AI 企業在發他們的企業債啊，你知道現在發了多少？1.5兆美元呢？1.5兆美元是美國大概除了國家持有之外，在民間所持有的中長期債務的1/4，所以這是呈現什麼東西 ？AI 企業跟美國相互在搶錢，希望大家來去買 AI 企業，希望大家買 AI 債啊，企業債。美國呢，希望大家不要拋售這個美國的中長期國債，希望你買更多。那但現在看到中長期國債就不斷的出現拋售的情況，美國甚至禁止日本拋售，去幫日本的這個日元貶值去幫一個忙，結果1個禮拜效應，現在又回到超過160了。我最近趕快再匯款。所以呢，你就看到，就是現在不只是 AI， 那你現在如果比較，你如果有一筆錢，你要投在美國的 AI 企業，還是要投在美國的國債？如果你只能2選1的話，那當然是 AI 企業啊，AI 企業還有未來啊，還有未來，因為它 AI， 美國的 AI 不只是只有美國，還有中國的 AI， 還有全世界的 AI， 它這個產業其實是有未來，你只不過是現在碰風的太大。可是美國的國債還有未來嗎？那我就不知道，這個問號就畫很大。但是呢，那個關鍵詞就回答各位：帝國過度擴張，就會產生很多連鎖的影響。好，現在是這個國債哦，已經攀高到一個快40兆美元的大關，還有這個長天期的殖利率也不斷的攀升，影響的剛剛老師也幫我們特別提到了嘛，小老百姓現在房貸壓力越來越大，還有當然了，包括了整個商家啊、小店家啊、企業的融資成本也會增加。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是小老百姓過得很苦，但是呢，在川普任內裡面的這些內閣官員啊，他們身家越來越富有哦。看到最新的一個數據顯示，川普第2任期哦，57名官員身家超過1億美元，是前3任政府總和的4倍以上。要知道，這23名的內閣成員當中，有8人是億萬富豪等級的俱樂部的人，手中握有非常多的股票、債券、企業的資產等等。最新民調有70%的受訪者認為，川普的私人商業利益會影響到他的總統決策，他們都認為是非常正相關的。李將軍怎麼看？當然有一句話叫做这個路有凍死骨，朱門酒肉臭。那美國現在正呈現的正是如此。但是對美國一般的中低下的民眾來講的話，這個悲哀不止遠遠如此，因為這個富豪們正掌握了整個國家的機器。你知道這個美國這些富豪他賺錢啊，包括到川普，他是雙引擎啊。我們知道什麼叫雙引擎呢？第一個引擎用錢去賺錢是最快的，用錢去賺錢，那你這個錢不管是投入這個所有的股票啊，或者是房地產。像川普來講，還加比特幣哈，當你投入這些，當然你的這種賺錢機會，速度就會更快。但是更可怕的是，另外還有一個加速度的引擎哈，就是這些人掌握了所有的政策，那所以說他們的這種滾雪球般的這
賺錢速度更是可怕哈。那我將美國的這幾個這種富豪跟大家講一下，你就知道差別在什麼地方。這個貝森特哈，他的這種淨資產有將近5到7億這麼多哈，美金哦，美金哦。另外來講，商務部長魯特尼克跟他的教育部長麥克馬洪有33億這麼多哈，然後赫格塞斯也將近快要2億美金的淨資產。雖然最多的其實是馬斯克了哈，但是他原來是效率部長，也是算是他內閣的成員之一，但是他現在已經退出了。他是世界的首富，更可怕，他是多少錢？8600億哈。那當然，川普現在也不遑多讓哈，世界首富是馬斯克，川普現在在他的這種世界富豪排行榜哈，他也是排名進去了，他是好像排640幾名吧哈。川普自己本身。那他賺錢賺最，這輩子賺錢賺最多什麼時候？去年2025年賺最多。他去年25年哈，我跟各位講，他現在2025年他總共就賺了22億美金這麼多，光一年他賺22億，你想想看，是他這個2024年的3倍哈。他現在淨資產是60億，你光去年他就賺了22億，他憑什麼賺那麼多錢？當然，第一個是他用錢去賺錢，可是如果說不是你很多的政策。的協助來講，你有可能賺錢賺得這麼快嗎？但是哈，你們這些富豪賺這些錢，我們看一下美國的老百姓現在的一個經濟狀況。按照這個今年來講，美國普通家庭它的通脹合計損失是全美國家庭損失是2190億，所以老百姓光一個通脹就損失2190億那麼多哈。那損失的錢。如果說是每一個家庭來講，跟川普他的收入，我損失的錢跟川普比較起來的話，總共高達130多萬倍啊，差那麼多。對，那你想想看，這個對於這些老百姓來講，他怎麼能夠忍受這種事情？更可怕的是，這些美國他們這些富豪們，他們現在正是在富豪治國，他們制定的很多政策都是對他們自己富豪有利的政策。我想老百姓應該會看得懂這一點。所以他的川普的支持率會持續在下降。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來看到中國大陸南海造島加飛彈成為它的最新軍事堡壘。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這個礁羚羊礁6公里的人工島，終於是正式的完工了。轟6有可能掛着鷹擊12壓境在黃岩島這邊，小馬可是這個時候卻急着突然間看到中國大陸這麼多的動作，卻喊着要跟大陸一起合作遊憩哦，到底怎麼一回事？中國大陸南海軍事包圍網正式成型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互動。如果您認為在這邊軍事包圍網已經差不多了，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沒有，留言寫2，一起來做互動。中國大陸的南海這一次出手，不是說這個軍艦在這附近繞一繞，在這個南海的部分，是他們把這一座礁往海空軍事堡壘的方向來去做打造了。所以最新來看到這個是透過的衛星影像顯示，大陸在西沙群島的羚羊礁第一階段的造島完工，長度現在來看到它的小檔案6公里左右，其中有超過3公里的筆直區域呢，現在在看說是不是未來會讓作為飛機的跑道。所以呢，現在也開始出現說，是不是因為這邊還有一個深水港啊、碼頭等等，甚至因為它有跑道，未來也可以有直升機坪等等的大型設施都會落在這邊呢？尤其它的地理位置又非常的重要，它位在西沙群島南部的南海的北部這個地方哦。那關鍵的是，它在西沙群島的南海北部嘛，距離中國大陸也相對的近，所以也更為方便來做補給。現在在看說，因為我們剛剛看到它的幾個特性，包括深水港啊，可能還會有跑道等等，
所以呢，大家就在看說，如果未來把它基地化之後，會不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補給地？包括在這邊軍艦可以進來，並且支援各種的航空兵啊，部署雷達及電子偵察等等。如果它持續擴建的話，未來會成為大陸在南海這邊很重要的一個軍事據點。路透這麼說，甚至在台海的衝突的時候，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上面的地位。當然了，中國大陸是說，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工程，他們主要是用來做氣象預報啊，或者是科研、民生用途等等，沒有軍事上面的用途哦，他們並沒有提到。但是節目一開始，我們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有關於這一座島礁，現在最新已經完工了，接下來會用來作為他們的一個超級軍事堡壘嗎？作為中國大陸重要的軍事堡壘嗎？首先我們要看它的位置哈，羚羊礁啊，它在西沙群島哈。其實西沙群島大陸已經在這邊建立一個島叫永興島，而且當做一個他們主要的一個在南海的一個重要軍事據點。那為什麼在永興島之外，另外還要再加羚羊礁哈？就彼此之間可以互為犄角，相互掩護，相互支援。那它的重要性，這個地緣上面重要性在哪裡？它可以扼控整個巴士海峽哈。當然，扼控巴士海峽最好的位置是我們的東沙群島哈。但是因為東沙群島已經掌握在我們的台灣手中，所以解放軍為了避免跟台灣直接發生軍事上的衝突，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另外建立他的軍事基地。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說美軍要進入南海的話，他從關島要進入南海，要經過巴士海峽哈。如果經過巴士海峽的話，那當然就會在羚羊礁跟永興島這兩個島的火力打擊的範圍之內。所以美軍的航空母艦以後來講，如果說要通過巴士海峽，可能要更加的小心哈。那第二個，我們看它在島上的建設，它建設一條3公里的跑道。這3公里為什麼是剛好要蓋3公里？因為轟6戰機起飛的跑道就是3公里哈。那解放軍在這邊部署的，極可能未來來講的話，它可能是部署轟6接這一型的戰略轟炸機。這型轟炸機是專門對海攻擊的。它掛的是鷹擊12導彈，速度可以到3.5馬赫，攻擊的射程可以到500公里。如果再加上轟6自己本身有3000公里的航程，再加上作戰半徑3000公里，再加上這個鷹擊12這個打擊的距離是500公里來講的話，總共加起來有3500公里，可以覆蓋整個南海是沒有問題的哈。那第三個，我認為在羚羊礁跟永興島。當然，它是在解放軍三亞海軍基地的前緣，也就是說，如果說這兩個基地等於是說這個三亞海軍基地的前衛陣地哈，前沿陣地。那如果說任何人想要奪取或攻擊三亞海軍基地來講，它等於是前哨基地的作用，你要先經過我這邊才可以攻擊到三亞海軍基地。而且說，如果說你跟這個三亞海軍基地跟永興島跟這個羚羊礁3個連接在一起的話，這個剛好形成一個3角配置，互相掩護支援，其實是對這個解放軍鞏固在南海軍事上的威懾力量又更進一步。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它在西沙群島的新建的一個島哦。那另外一方面，我們要來看到它在黃岩島這邊也有秀軍事肌肉，那2個加在一起，這樣是對於這個菲律賓啊等等，還有美國傳達什麼樣子的政治的意味呢？我們先來看到的是8月初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當時大陸的南部戰區在黃岩島的周圍來進行的這個是聯合的海空演訓，出動的包括了052D，畫面上我們 CG 看哦，還有071型的2棲攻擊艦、054A 型的護衛艦，還有轟6等等。當時大家最特別關注的是，至少2架的轟6K 是掛載鷹擊12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直接前往這個黃岩島。所以一邊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邊造島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還有在黃岩島這邊的軍事演習是要傳達什麼樣子的一個態度呢？是說，這個遠程打擊的體系都已經建立好了，是這樣嗎？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我們都知道還缺一個角了，就是黃岩島這個角，因為大三角就是從永興到這個黃岩島，還有南部的這個澤壁礁，對，形成一個大三角形，然後在下面有一個小三角形，形成我們叫做互為犄角的2個三角形的這樣的一種攻擊跟防守、攻防兼備的這樣的一種戰略配置啊。黃岩島目前由於有爭議嘛，那如果根據南海共同行為宣言，
對有爭議的島嶼，中國大陸就不填了啊。但是越南還繼續在填，所以還是有一些國家違反。但是大陸期待的是把這個南海共同行為準則能夠通過。東盟的10個國家中9個國家都支持，現在只剩下菲律賓、小馬可仕。本來杜特地也是支持的，那現在小馬可仕因為美國的關係，他們就把它擱置。可是如果一直擱置下去的話，對大陸來說，等於是這一次的羚羊島啊，羚羊礁本來從礁變島了啊，人工島，它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如果這個準則還是要繼續找茬，不讓它通過的話，你不能排除中國大陸未來會在黃岩島啊這個開始填島了。因為黃岩島它的東部這個部分已經規劃為這個國家的這個生態園區，那西部這個部分未來提供給生態園區他們的工作人員、他們的生活設施場所，那麼做一些新建，這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那是未來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菲律賓跟美國還要繼續鬧下去，那不利的那事實上是東盟的其他國家。中國大陸目前來講，這樣的一個做法其實是有很多的政治意味在裡面。為什麼呢？因為這次羚羊島的填島造礁填島速度非常快，今年1、2月才開始進行，現在就已經第一期工程完工了，6個月，6平方公里，6個月南北長6公里然後我們看到筆直的一個跑道，那很明顯的就是未來的機場的一種鋪設地，這已經建構得很完整了。然後這些碼頭、謝府內的碼頭都已經的形狀都已經建構起來了，所以未來的這個船舶長期停泊的基地也已經建立起來，也就是空軍基地、海軍基地都建立起來。那當然也有民間的科學用的，還有就是雷達、水下聲納。為什麼這個島那麼重要？這個島為什麼沒有爭議呢？因為它是在西沙群島內，西沙群島是沒有爭議的，它主權都歸中國大陸，全世界都沒有爭議，所以它在它自己的島嶼內去新建這些基礎建設，沒有人可以有意見。那大陸就6個月內就完成了，這個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我們都知道。它距離中間島90公里，它距離這個永清島90公里，那不得了，那也就是完全是在它的這個資源的範圍內，所以中間過去美國的潛艦可以從中間突穿的可能性變成0了，因為它可以在那邊鋪設這個水下的聲納，所以我個人覺得以現在的情況來看，美國跟菲律賓他們鬧了半天以後，結果鬧出一個島出來，這謝謝美國跟菲律賓。好，那我們現在也看到這邊一邊是中國大陸它的在南海的方面這邊持續的推進，但是呢，這一次比較奇特的事情是菲律賓的部分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反對聲音，反而是呢，菲律賓最近是不是反而是持續的跟中國大陸示好呢？因為呢，小馬可仕日前表示呢，非中兩國應該要進行南海的油氣共同開發，而且他說雙方在經濟上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這個是菲律賓的部分。其實現在不只是菲律賓而已，許多原本是美國蠻要好的國家，現在態度上都開始轉向了，包含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南韓。南韓在這個川普說要大幅縮減美韓聯合軍演之後呢，李在明就說他要迅速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強化南韓自己的自主防衛。再來印尼的部分了，印尼最近跟中國大陸在台灣東部的海域這邊進行聯合軍演，大馬最近安華首次公開重申了一中的原則。到底為什麼這些國家突然間態度上面，是突然間轉向了嗎？老師怎麼看？有人說他們是戰略自主，其實小國在兩大之間戰略自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們可以某種程度的做到去風險化。那以前去風險化是美國在說對於中國大陸的商品禁止進口，因為要去風險化。但是現在對各國的戰略而言呢，反而是跟美國的連結，跟美國在中國之間的对抗當中避免夾在其中，或者是成為美國的一個環節，去風險化。我覺得很清楚，你看到的是這種去風險化，它其實你看到在韓國表現出不希望成為第一島鏈的參與的這個。